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周的一周多情。这天文章回来的晚，美玲和文珍认为世昌在当工人，和他们家的家世不配。文章替世昌说话，家纯听到相当感动。另一边，何董要世昌约文章出来一起吃饭应酬，家纯本想拒绝，世昌有些为难，但文章为了家纯和世昌，选择答应出席。来到饭局这天，何董和金主不断对文章冷嘲热讽，家纯和世昌父女联手，烫何董一个措手不及。没想到何董转向家纯发火，换文章跳出来维护家纯。后来文章因为不胜酒力昏倒割伤手。回到李家，美玲看到文章手受伤，忍不住迁怒世昌和家纯。文珍也在一旁煽风点火，美玲甚至不听解释，直接回房，更让家纯自责不已。文章在房里安慰着家纯，家纯倍感窝心。几天后，世昌买了新玩具去看伊童，却被文珍嫌弃在工地工作细菌多。佳瑶也要他别再继续去那工作，可以给他生活费。家纯正好回来，听到两人对话，他认为爸爸自己开心就好。姐弟俩起了争执，世昌赶紧打圆场，先行离去，但心里其实并不好受。家纯急忙追了出去，父女俩交心畅谈，解开过去的误会。志荣发现家烈失明后，对数字变得敏感，记忆力也很强，于是找秋红和佳玉一起打麻将，果然观察出家烈对数字的好反应。正义来看志荣，一开始看到家烈还有些不自在，但在聊天的过程中，表示家烈的状况在心理学上有类似案例，说不定可以帮助到他。家烈表达感谢之意，正义眼里闪过一丝沉寂已久的感情。正义传达淑娟想约志荣吃饭，在众人的劝说下，志荣才答应。这天，文珍带佳瑶看豪宅，建设公司老板问起佳瑶是哪里的名门公子，文珍简单带过。刚好世昌出来倒垃圾，正想打招呼，文珍却故意拉着佳瑶撇过头不认。正巧被秋红和佳玉看到这一幕，只见世昌抬头挺胸前去相认，文珍觉得丢脸，秋红便上前教训佳瑶和文珍一顿。后来世昌带秋红和佳玉到休息室，佳玉找借口离开。秋红和世昌聊起孩子们和志荣，看到世昌如今愿意放下身段悔改，两人的关系稍微破冰。志荣带家烈到证券公司，教家烈有关股票操作的技巧，发现他很有天分。正义来提醒志荣和淑娟约吃饭的时间快到了，两人正要离开时，家烈跌倒撞到头，志荣和正义跑回来关心。志荣决定不去吃饭，要正义代为转达。淑娟在餐厅等着罗俊和正义来用餐，看到只有正义一个人来，不听正义的解释，气得将菜全扫到地上，还警告正义不准再和家烈有接触。傍晚，志荣在九峰小馆准备打烊，不料淑娟出现，讥讽罗俊好好的总裁不当，跑回来这里打杂。志荣表示在这里让他心情很平静，淑娟解读成和他相处的时间很痛苦。志荣赶淑娟回去，淑娟撂下狠话，要让他身边的人不得安宁。随后打给文珍，表示同意出售杨氏股票。佳瑶劝文珍要对世昌和家纯有礼貌些，文珍反劝佳瑶要和他们划清界限，两个人再次吵了起来。佳瑶一气之下又去客厅睡觉。此时家纯正好下楼，建议佳瑶早点和文珍离婚算了，不然老是睡客厅。两人谈话被文珍听到，文珍和家纯吵了起来。佳瑶头痛欲裂，渐渐想起时时的好。佳瑶觉得文珍不尊重她，威胁干脆学志荣搬回九份。文珍心一急表示要将向淑娟买回的杨氏股份过到佳瑶名下，但是目前资金还不够，要佳瑶去好汉物流拿回分红。佳瑶遇到宇轩，两人聊了起来。佳瑶表示宇轩的个性和长相都有点像思思。宇轩表示佳瑶无法忘掉前妻，是个痴情的人，两人互相取暖。淑娟来找玉莲，要他在期限内改善餐厅营运，否则要抽回红藤资金，并要玉莲不准告诉小飞和郑群，这让玉莲伤透脑筋。时常回九份看家烈，
秋红对他的态度比以往要和缓些。这时郑怡来，表示淑娟因为志荣的事，准备对九峰餐厅下手。众人开始替玉莲担心。美玲和嘉纯回到家，很明显两人的婆媳关系已经修复。这时世昌打电话给嘉纯，表示何董要再约文章，但自己已经帮忙挡掉。文章不想让世昌为难，主动表示愿意赴约。没想到何董竟然约在酒店，并希望文章将建案设计成这种感觉。世昌才知道，原来何董是要文章设计酒店。三人教训完何董后便离去。文章没怪世昌，反而觉得是自己害世昌丢了工作。世昌感谢文章体谅，看着小夫妻感情好，感到很欣慰。石狮和陈浩讨论着工作，慧君带着补汤来给他们。陈浩接到股务室通知，洪腾手中的杨氏股份已经转到佳瑶名下。三人急忙去找佳瑶。文珍装无辜的表示，不想让郑雄一辈子的心血落在外人手里。慧君表示，他们摆明是想抢董事长的职位。佳瑶不避讳的表示，公司业绩衰退，换人经营只是刚好。双方不欢而散。世昌拿钱给玉莲周转，玉莲觉得世昌记录不佳，拒绝接受，甚至提出离婚要求。秋红和嘉烈来关心玉莲，替世昌解释他现在在努力做工。玉莲仍不相信，世昌留下钱后转身离开。玉莲纳闷，秋红原谅世昌是不是想复合？秋红表示，只是看见世昌的改变，没有其他意思。美玲和文珍看到电视报道文章要盖酒店的新闻，气得脸都绿了。文珍家有天醋，美玲气得要嘉纯和世昌断绝往来。嘉纯无法接受美玲对世昌的偏见，于是起了口角。嘉纯气得夺门而出。不久后，慧君来，表示文珍将杨氏股份过户给佳瑶，要美玲主持公道。美玲觉得心烦，直接上楼休息。慧君骂文珍将来会自食恶果。嘉纯回九份诉苦，秋红开导着，当妈的为了小孩什么苦都得吞，美玲所做都是为了文章。嘉纯听了进去。宇轩找文章讨论被取消的博物馆建案，表示会尽力帮忙挽回，但文章表示随缘。就在宇轩伸手想抱文章时，一只手伸出来抓住他的领子，原来是嘉纯来找文章认错。嘉纯赶走宇轩，并向文章道歉。没想到文章一点都没有怪他和世昌，反而暖心安慰嘉纯。正义陪嘉烈检查九峰餐厅的财务报表一整晚。嘉烈找到线索，玉莲感激他们，并要两人先回家休息。此时门外有个人影闪过，但三人都没发现。正义送嘉烈去坐公车，有蒙面人出现，将嘉烈推倒在马路上。幸好成功和右心经过，救了嘉烈一命。正义指向蒙面人要成功快追，嘉烈表示不用追了，他心里有数，知道是谁。不久后，众人聊起郑群。成功表示，之前和郑群买了新中集团股票，但最近一直跌，自己的干拌面事业又忙。正义表示，最近志荣在教嘉烈股票，嘉烈愿意帮忙，让成功感到安心。文珍唆使美玲教训嘉纯，慧君跟着附和，美玲表示一定会好好教训嘉纯。这时文章和嘉纯回来，嘉纯立刻向美玲道歉，说了很多好话，美玲一句话都来不及骂。就被嘉纯安抚下来。文珍和慧君傻眼，文章感谢美玲的包容，美玲余气全消，重新和嘉纯和好。这天，九峰餐厅的江经理准备销毁证据，被嘉烈和玉莲及时阻止。小江反抗，害嘉烈受伤，正义带着警察赶来抓走小江。玉莲感谢嘉烈和正义的帮忙，嘉烈给了几个餐厅要改进的建议。希望九峰餐厅能够转亏为盈。气冲冲的美玲和文珍到工地要找世昌算账，世昌只能一直道歉。这时玉莲出现，看到美玲和文珍咄咄逼人，忍不住跳出来维护世昌，赶走他们。世昌向玉莲道谢，并将签好名的离婚协议书交给他，反而换玉莲犹豫不决。
思思和成功讨论着促销合作案，威廉跑来找茬，思思劝威廉好好守住行动集团。离开后，威廉又来找思思，希望思思能停止和成功的合作。被拒绝后，威胁要抽回单子，思思一样不为所动。文珍见状，心里暗爽，表示思思最近业绩衰退，若再丢了威廉这个大客户，就等着被辞职。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多情，想要更快速了解多情城市，下周也别忘了持续锁定一周多情哦。喜欢的朋友们也请记得分享出去哦。